在1966年的那个充满荣耀的年份，当英格兰队在世界杯赛场上高奏凯歌时，法国马赛也诞生了一位日后将影响英格兰足球历史的巨星埃里克·坎通纳。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争议和戏剧性，尽管没有为法国国家队做出杰出的贡献，但他的天赋和影响力无疑在英格兰足球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坎通纳的足球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在14岁时加入了当地球队进行青训，起初担任门将，但由于其出色的创造力，球队决定将他改造成锋线球员。尽管坎通纳只训练了1年，却参加了超过200场比赛，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1981年，他加盟了更为人熟知的法国球队欧塞尔，但并没有立即进入一线队，而是在青年队中度过了2年。直到1983年11月，他才获得了代表一线队出场的机会。尽管他只有17岁，但他的进球能力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坎通纳的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冲动性格和火爆脾气让他在场上和场下都惹上了不少麻烦。在法国队中，他因为与队友发生冲突而被禁赛。在比赛中，他也因为对对方球员的暴力行为而受到重罚。1988年夏天，坎通纳以破法国国内转会费纪录的身价加盟了马赛，实现了他儿时的梦想。但他的情绪问题和冲动性格让他在场上和场下都惹上了不少麻烦。在一场比赛中，他将球射向观众席，并在被换下场时愤怒地扔掉球衣，结果被球队停赛1个月。此前，他还因为侮辱国家队主帅而被国家队禁赛1年。在马赛的不适应和连续的问题之后，坎通纳被租借到了其他球队，包括波尔多和蒙彼利埃。尽管他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他在场上的表现仍然令人瞩目。他在蒙彼利埃因参与队内打斗被停赛10天，但他帮助球队赢得了法国杯冠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马赛度过了一个不被重用的赛季后，坎通纳被卖到法甲球队尼姆奥林匹克。然而，他的冲动性格再次引发问题。因对裁判的判决不满，他竟然用球砸向裁判的脸，结果再次被停赛。坎通纳因多次行为不端而遭到停赛。在1991年12月16日，年仅25岁的他宣布了退役。这也间接促进了德约卡夫和齐达内等新一代球员的崛起，成为法国足球复兴的象征。而坎通纳这个永远竖着衣领、高昂着头的法国人，却在隔海相望的英伦大地上书写起自己新的篇章。时任法国国家队教练米歇尔·普拉蒂尼对坎通纳的才华有着极高的评价，并决心将其重新引回足坛，选择英格兰联赛作为他的复出舞台。1992年，坎通纳想踏上英格兰足球的道路并不顺畅，他先后被利物浦和谢菲尔德联拒绝。最终，在转会窗口即将关闭之时，坎通纳最终以90万英镑的转会费加盟了利兹联，并帮助球队赢得了英超改制前的最后一届甲级联赛冠军。平心而论，此时的坎通纳还只是一个让英国人略感陌生的比较出色的球员而已。1992年秋天，利兹联队主帅威尔金森委托俱乐部询问曼联左后卫丹尼斯·欧文的价格时，电话打给了时任曼联主席爱德华兹。弗格森正巧在身旁，由于刚刚在转会市场上失去了大卫·赫斯特和比尔兹利加盟的机会，弗格森悄悄在纸上写了一个名字：坎通纳。爱德华兹在电话里对利兹的回答很简单：丹尼斯·欧文不卖，但坎通纳呢？于是，英国足球史上最意外的一桩转会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完成了。120万英镑，这个在当时都不算昂贵的费用，让坎通纳成为红魔的一员，从此为曼联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坎通纳来到曼联的第一天起，一阵强大的气场就围绕着球队。这个当时英语并不算十分灵光的法国人，虽话语不多，却始终挺着胸膛，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威慑力。那时候，第一届英超联赛已经揭幕近3个月。随着在斯坦福桥球场坎通纳第一个进球的到来，他为曼联带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92至1993赛季，坎通纳在22次出场中为曼联打进9球。曼联在英超元年成功登顶，这是红魔时隔26年之后再登英格兰顶级联赛的冠军宝座。
而这仅仅是坎通纳为曼联带来的超凡影响的一个开始而已。1993至1994赛季，英超第一次固定球衣号码，坎通纳从此穿上了曼联的7号战袍。这件球衣在此前的不固定号码时代，曾被传奇乔治·贝斯特和队长布莱恩·罗布森多次穿着。但这个号码在当时还并不像后人所传说的那样成为俱乐部的传奇号码。穿上7号战袍，竖起的衣领成为了坎通纳特立独行的标志。那个阶段正是弗格森打造曼联红色帝国的初期阶段，大量年轻球员进入一线队，尽管不是队长，但坎通纳的大哥气质与生俱来。凭借着他在场上盛气凌人的气势，曼联高歌猛进。坎通纳以25个进球完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曼联赛季。英超和足总杯双冠王的荣耀成为了弗格森王朝初期的重要标志。曼联这个在多年内曾被死敌利物浦牢牢压制的中流球队，就此成为了英超的霸主。然而，坎通纳桀骜不驯的性格就像一把双刃剑，有时给曼联带来神作，有时也会带来毁灭。时光会永远记得1995年1月25日这一天，在水晶宫的主场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在被红牌罚下场后，坎通纳从球场远端走回更衣室。路过球迷看台途中，他仿佛听到了什么，于是短短1秒钟内，一个黑色的身影冲了过去，一记中国功夫般的飞腿蹬向了水晶宫球迷西蒙斯。这就是英超历史上著名的飞腿事件。为此，坎通纳遭受了停赛8个月，外加巨额罚款以及社区服务的重磅罚单。曼联也因为坎通纳的缺席，在最后一轮失去了那个赛季的英超冠军。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会清晰记起坎通纳在听证会上那番神秘的演讲。海鸥跟着拖网渔船飞行，那是因为他们以为沙丁鱼会被扔进海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埃里克·坎通纳，永远的不可捉摸，永远的我行我素。坎通纳的复出之战恰逢英超双红会，那是1995年10月1日。坎通纳走在队伍的最后，听到的是老特拉福德的山呼海啸般的呼声。坎通纳果然名不虚传，助攻巴特得分，自己又打进点球。这场著名的复出之战成为了他尽情宣泄的舞台，他甚至爬上球门边的树干来庆祝自己的进球，自己的归来。在相继送走因斯、休斯和坎切尔斯基3大主力后，1995至96赛季的曼联艰难起步。首轮比赛负于维拉后，包括阿兰·汉森等在内的众多球评家对曼联青年军的前景普遍不看好。但坎通纳偏偏不信邪，和他一样不信邪的正是曼联主帅弗格森。在大量启用92班年轻球员的同时，弗格森依靠数位老将的扶持，将年轻人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坎通纳正是那群孩子的领路人。当年有一张油画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曼联的场面。坎通纳位于画中，俨然国王，92班的年轻人就像他的臣民，围绕四周。曼联国王这样的称谓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诞生了。1995至96赛季，弗格森打造的曼联青年军在英超中强势登顶。阿兰·汉森的预言从此成为笑柄。在那个赛季的足总杯决赛中，温布利大球场迎来了一场属于坎通纳的比赛。作为队长的他，在第86分钟的僵持局面下接到贝克汉姆的角球，在禁区边缘后退中突然起脚，皮球精确钻进詹姆斯身后的大门。凭借这一经典进球，曼联击败利物浦，在这个赛季中再度成为双冠王。领奖台上，坎通纳高举足总杯，一声长啸震慑温布利。从此开始，他成为了曼联的正式队长，带领球队迎接全新的赛季。然而，就在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坎通纳却选择了退役。1997年，在他拿下5年内第4座英超奖杯之后，在他成为正式队长仅仅1年之后，他突然宣布离开，留下了无数惊讶和遗憾的球迷。他的离开仿佛是曼联失去了一个灵魂。在他多次受阻于冠军杯赛场，略感心灰意冷之后，1997年的夏天，弗格森也无法挽留坎通纳离去的背影。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弗格森的红色帝国依然在绽放着光辉，
而属于曼联国王的时代却在第5个年头一去不复返。坎通纳依然是那个坎通纳，依然挺直了胸膛，高傲的昂正头，依然竖起衣领，不可一世。正如他在对桑德兰打入那一经典吊射之后霸气无可匹敌的庆祝一样，坎通纳依然是坎通纳，留给英国足球无可比拟的经典与争议。无数的话题围绕着坎通纳，好的，坏的。坎通纳的职业生涯充满了争议，他的性格中带有暴躁和缺憾，但他对足球的贡献，对曼联的影响却是无法否认的。他是曼联的国王，是老特拉福德的传奇。他的故事，他的足球智慧，他的比赛时刻，都成为了英国足球史上不可磨灭的记忆。至今，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内外，仍能看到印有坎通纳头像的法国国旗高高飘扬，听着那段熟悉的歌声回荡在场。坎通纳，这个生于1966年，与英格兰首夺世界杯同年的法国人，依然用自己强大的影响力激励着英国足球。他的故事将永远铭刻在球迷心中，成为足球历史上不朽的传奇。坎通纳对于足坛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独特风格和领袖气质不仅改变了曼联，也对整个英超联赛产生了影响。坎通纳在球场上展现出的进攻天赋和领导能力，激励了后来的球员和教练。他的退役后，曼联虽然继续保持着强队地位，但他的影响力仍然在曼联和整个英超中延续。坎通纳的故事和成就成为了足坛的一个传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球员和球迷。